好吧，讲完这次呢回访本命区，王宏威说呢，这个反罢免的士气，投票意愿提高了，的确是这样。我早上陪这个林佩祥在逛基隆的市场也是，有1个或2个，或是喊大罢免大成功，一个在喊。我就给他很大声的回去，大罢免大失败，大罢免大成功，我说大罢免大失败，要拼，我们大家来拼啊！我才不管你这一套了，什么，基本上呢，市场大部分的人都说加油，佩祥加油连很多摊贩摊商都给他加油真的，这是你就说你1年就罢免，我不用讲，不要让我紧你港把别人干我得利，1句就好了，大家都觉得1年嘛，你再怎么样4年一选嘛，而且按照制度是，我1年我可以罢免你，然后呢3-4个月，现在罢掉，如果罢掉可以再选以后我还罢那个人啊，也还是可以的，不是不行的。那如果真的是这样搞，不是1年选1年罢，1年选1年罢，这台湾搞成什么样？这个社会制度就是告诉你4年选就是4年选1次嘛，所以呢，最近我觉得因为蓝营是比较慢热的啦。真的蓝营是比较慢热的。谢国良当时在基隆的时候，开始说哇，罢免他声势好高，蓝他们都没声音后来我带了这个战斗蓝去帮他助阵了，慢慢，到最后赢了而且还赢不少赢了这个将近2万票所以呢，的确现在投票意愿是有提高，也是靠因为大家很多人在努力也在每天在那边到处站台等等那个黄国昌也是很认真，每个地方都去呼喊那另外呢，反正现在。到了选举，尤其罢免的时候，就有恩报恩，其实也没什么恩有仇报仇，有冤报冤。你跟我以前有什么仇？我现在就抓到就会报。所以呢，我也曾经讲个 YouTube 志祺七七说他这个大概拿了2-3千万的什么补助等等他就很生气。他说我有公司50个人，人事成本7年来也2-3亿了。所以呢，政府给我2700万，是到底是多是少？王宏威觉得多。我觉得少呢，见仁见智，但是呢，这个养不起大家，就是你给我2700万，我养不起啊，所以反正就是他觉得没什么了不起，而且他除了2700万，他还拿了很多其他的政府地方都有钱等等所以他就很气王宏威，说这次出来要支持罢免王宏威，搞了半天原来是为了这个就是2700万，也许你觉得不够。但是有很多人觉得已经不少了就人不一定啊，这个真的是人质互见了那另外呢，这个现在公布了投票的门槛了，需要多少票，反正就是选举人的25%了但达到这个门槛还不够，还要多于不同意罢免票要多于不同意罢免票那另外呢，到现在还有这种事，开始我以为现在没有了。支持者还把投票通证给撕了，我反对罢免，所以我不要去撕掉它。还有第一个，你不用撕投资单；第二个，要去投不是撕掉所以呢，也撕掉也还可以投啦。对，不要以为撕掉不能投。他撕的意思就是他不要去的意思啦。说呢，你要反罢，你就要出来投你不能说生气等等那另外呢，传出桃园的水利系统有被动员去帮助罢团阳明。这个罢团的造势晚会，高层要求水利会小组长每个人要动员20个人以上而且要有1辆游览车否则的话你下次你小心当时水利会被收归国有的时候，大家就担心。那当时这农委会是说这样的话将来水权才公平等等。结果呢，后来呢有公平吗？那劳团说这个不可以，要停止，不能这样子那另外呢，这个现在就是因为反罢免就是仇恨反罢免就是仇恨动员，那仇恨动员力量有时候是蛮大的，所以呢，就在现在在比投票率，因为防止奥部他们给王宏威什么一个广告，还穿了什么共军的衣服，我觉得太恶劣了，这个很小人部了，真的是很，其实觉得这烂招，你真的觉得这样有用吗？然后搞可能还什么同意，对，有可能有用对某些人同意。你这个反对罢免，你就要同意他，这也是骗人嘛？很多人就搞不清楚真的是搞不清楚到底怎么回事好吧，所以呢，现在就说不管怎么样，就请你踊跃投票我们看一下。大罢免最后倒数，国民党立委王宏威合体主席朱立伦再到中山区冲刺反罢免。真的非常感谢像我们朱立伦主席
里啊，还有像卢市长啊，还有蒋万市长也是一样啊，都跨区，所以我相信啊，我们星期六会开出好的成绩。对自己罢免选情有信心，只是昔日指控对象网红志祺七七表态，说自己过去被他抹绿，每年靠政府标案豢养，不知道您会不会被罢免？但为了表达对您的敬意，726一定会去投同意票。我们尊重每一个人的意见，但是有很多人支持不同意罢免。我们也有好多百工百业，尤其很多中小企业也都在不同意罢免。对选民不同声音保持尊重，而同样遭罢免的叶元之传出被罢团围堵。直播扫街和罢免团体短兵相接，声援他的党发言人李明玄说，叶元之四面遭受霸凌，因为市场从入口到中央都布满了罢团的人员。罢团反指叶元之骂他们尾随蹭流量，更说投票前排满50位志工，叶元之走到哪我们跟到哪，没有根据乱造谣啊！如果有的话，影片拿出来。投票前这种激战场面只会多不会少。跟商法一定要有性别之间的关系。那50个不可能没有女性啊，都是男性罢免的原则，我不知道。我刚刚提出来就是说，人家在前面就50个时候，你到那我跟着如影随形，可以这样子吗？跟你在呢？那我咧选举我是要当回安尼啊。你不要那，你不要那。哦，好啊，是情况我都有办法对付伊啊。好了。哦，像你去大罢免大成功，你讲大罢免大失败，我刚去家人。林佩祥啊，后来下午我去陪张志伦到中和的蔡奇亚，我不跟他讲大罢免大成功的啊，你随在你讲，我入去哦，遐个当餐卖菜，遐个店头家娘，当然有支持张志伦的、啊，也有想罢不敢讲的啊，所以当你在扫街的时候走市场，爱有在地里长陪，那种呛声的声音就会少一点。那我就提出了，伊讲啊，你要支持张志伦，唔是，我支持赖清德，和总统甲立委拢4党做互投，这会算。这拢做互投，4党啊，这拔来拔去到意思，咱吼总统甲立委吼，赖清德甲张志伦拢互伊4年做好，咱看伊这4年表现啊，伊就他咧，伊就袂甲你吐啊，他就不会跟你针锋相对了。因为里面还是有爱赖清德的啊，总统咱就好做好头啦，这立委嘛好做好头啦，那个公平，拢做好头。安尼卖菜的送你一个韭菜花，送你一支菜头。我那天陪他去张志伦到中和的访寮市场那是我陪这么多候选人去市场。送东西最多的，我都拍谁的？这个送你一个这个菜桃冻蒜，那个送给你一包什么切那个猪耳朵，那个上周谁啊？怎么这么多送？你不要看中和人，你不要看张志伦这，伊伫菜市啊人很做好的。讲好，大家都没上一架。别的地方有送的了哈，当然有些地方我也买了，但是呢，那中和那是。一个逛下来收了差不多20摊的东西，是很多。整个罢团他们有些他妈招经理啊，走中了，然后赖清德讲一句话，他就拿出来用，他就挑赖清德重点拿出来做些，但是伊唔知讲赖清德听你的嘛，所以这些变成尾巴咬狗啊，变成那样。赖清德本来是不上车嘛，后来上了这部幽灵列车以后，就被他们带着跑。上了车你就变成这样，所以你看曹兴诚竟然可以讲什么？他不懂赖清德的个性，曹董事长讲那个话，赖清德坑在心肝了，我会当互你安尼处理，所以这个没了解赖清德在台南干那么久他有一种撇，他还是蛮固执的。那有时候他确实有他的坚持，有伊要改革的一块，包括讲伊反对乌金嘛啥，这个我们都给他按赞了。但是你看这你要做到一个成绩出来，比如说我们讲郑文灿这种案子，你冲了办卡冲得做严重，结果阿扁嘞，阿扁哩啦啦。那你今天假如他的团结实讲，通通不要置入所有的罢免，他单纯就讲台湾面临两岸挑战，面临关税挑战。如果今天他是这种高度出来讲，我跟你讲，这一次被罢的就很危险了。不是嘛？他就把这个置入了这个
反罢免跟大罢免在里面呢，他整个演讲就歪楼了。那一歪楼，伊家己的探没掉，个耍了个红梅啊，包括救灾也是一样。所以这个是这摆吼也败笔对于家己造成的。不，事实上，因为他在这个时候搞那个实讲，他就是要置入嘛，他否则前不讲后不讲，为什么在这个时候讲嘛？哈，好吧，这个现在因为有的是人写的，有的是 AI 的，现在各种哦，这个罢的、反罢的歌曲都蛮多的哈。来，我们来听听看。我们不让步，还高举着火烛，一步一步的我们早已没有了退路。我们不能哭，像风中的火烛，有一天我们终能看见最后的日出。好，那么柯文哲、应小薇再押2个月哦。那李文忠2000万交保，沈庆金他本来要跟他3亿，好，现在降到1亿8吧，啊，降低了，好，他做不出3亿来啊。那另外呢，为什么要续押柯文哲？哦，那说呢，这个反正啊，法官呢，这个说柯文哲干预审判手法无极限。变成延押的关键啊，因为检察官前面讲说什么脸书啊，讲什么？问题是脸书是小编写的，不是柯文哲写的，在看守所怎么能写脸书呢？根本就禁见的，除了可以绿见以外，其他都不能见的啊。那另外呢，所以民众党很生气，就发了4点声明了哈，说呢，就院方跟检方仅凭臆测就裁定，这是滥权羁押，有4点啊。等等，我们请志涵讲一下哈。那另外呢，这个江河树问。这个赖检啊，什么时候放人啊？所以呢，希望大家投不同意票来救柯文哲哈。因为我觉得好像这个柯文哲太太有说哈，说如果这次大办不成功，柯文哲搞不好被关到死哈。周瑜修说，因为他现在收到投票通知单呢，哦，那周瑜修说他还没有被定罪啊，哦，为什么不能够投票呢？哦，不给他去投票呢？哦，那。这个蒋万安说，主要是因为他又被压了，又被压起来了哈。那这个陈佩琪说，没有关系，给他戴颈圈、戴手铐、戴脚镣都没问题，他只要有投票权呢。哦，到底怎样？我们看一下。金华城案再度开庭，柯文哲、应小薇双手被上铐，走下囚车。囚车抵达台北地院时，外头支持群众大声呼喊，就是希望柯文哲能听得到。但他脸色相当凝重。就在前一晚，他再次被法院裁定延押。羁押期届满，北院再开延押庭。其中柯文哲跟应小薇，由于还有重要证人还没有被传唤到庭，代表仍有串供灭证的疑虑，北院3度裁定延押。至于李文宗相关的证人已经结问完毕，犯罪事实重罪的部分事证获得保全，串供灭证的可能性下降，裁定2000万元交保。而沈庆金则因为长时间密集就医，看守所无法提供无菌的环境，频繁就医，有的人力造成负担，降保至1.8亿元，而其中1亿元必须要以自己的名义提出。而黄国昌一早也抛出柯文哲的投票通知单，说难道这是黑色幽默吗？希望让柯文哲可以出来投票，也会跟陈佩琪委请律师团向北院提出申请。只是柯文哲要出来投票是难上加难，因为过去2024大选曾有受刑人提起诉讼，还把户籍迁到北所，希望可以投票。尽管法院准许，但最终在中选会提抗告后失败。柯文哲投票之路如今似乎艰难，但白强调会尽一切努力，若失败也盼小草能把柯文哲的票投下去。就是说，因为昨天呢，我们接到了这个继续延押的裁定之后，星期天的时候，我们其实办了一个活动嘛。那个活动上头呢，这个佩琪医师就有说了，既然柯 P 他已经收到
收到了他的投票通知，而且呢，他现在呢还是无罪的状况，所以根据宪法的无罪推定原则，他本来就是有公民权的，他本来也应该可以行使他的投票权。所以今天呢，我们的律师会跟这个最高行政法院来申请，希望能够让柯 P 能够出来行使他的投票权。我想这件事情其实，昨天收到延押通知的时候，我们民众党的核心的干部或者是支持者确实是非常的沮丧，特别是我们看到了所谓的这个延押理由哦。今天看到了这个《镜周刊》再度出了这个连载的报道，而且呢是4篇的连载报道都在说什么？说因为柯文哲的有小编还在 po 脸书，而这个脸书呢是构成了这个所谓的串证之余，而且会干扰司法的独立审判，因此呢，要继续把它延押2个月。我认为，不管是北检或进检，用这样子的理由来做所谓的延押柯文哲的理由，真的是滑天下之大稽。首先，我们的整个的法庭的这个诉记小组都是在证人作证完之后，才把所有的过程记录下来，然后呢，做成了图卡，po在柯 P 的脸书上头。也就是说，这些东西都已经是证人的证词了，最后才被记录下来。然后放到柯 P 的脸书上头上，这个要如何去干预司法？还有就是呢，我们并不是在证人作证之前就抛出了相关的内容，所以要如何串证？如果照他们这样说的话，那柯 P 现在是不是可以放出来了？如果脸书就可以串证的话，那代表说你们防止串证无效，不如就把柯文哲放出来。第二个荒谬的点在哪里？已经羁押了柯 P 11个月之久，结果到现在没有一个具体的证据。到今天最新的法庭，这个台北市的公务员还说，他们之所以会送严狱、送公展，都是因为监察院当时的纠正函。监察院纠正什么？纠正过去台北市政府没有依法行政，而柯文哲是依法行政的。第三个点，我要指出一个北检非常荒谬的地方哦。他们在这一次的这个延押当中，把柯文哲跟应小薇都延押，但是李文宗呢是可以交保的。大家知道吗？过去呢，这个北检都告诉大家说，重要的证人还没有传，还没有问讯，为了防止被告之间的串供。所以呢，这些人通通必须在押。可是李文宗从5月份的公开审这个交叉诘问到现在，他都没有被提讯过。也就是说，如果你要防止他串证灭证的话，其实李文宗也不能够被放出来。所以北检荒谬的不得了，而且它的标准是不一的。现在只是为了要报复柯文哲，他们要报复什么？报复的就是过去他们在侦讯的过程当中，还没有公开这个交叉诘问的时候，他们呢很多的不正讯问，包含逼了朱雅虎认罪，逼了邵秀佩认罪。逼了彭正生认罪，还有很多个证人都被他们逼迫认罪，而这些东西呢，都透过了这个法庭的这个庭讯，一一的被揭露出来。透过我们的速记小组，把里头的真相带了出来。他们在报复，他们现在天下第一检颜面无光，整个案子办不下去，所以要继续押柯文哲2个月的时间，作为一个报复。司法不应该沦为一个报复的手段。那最后，我还是想要回到大罢免这件事情。其实早在谢国良市长他被罢免的时候呢，他其实那时候柯 P 还没有被关押，他那时候就是非常的反对这种报复式的这种仇恨式的动员，所以佩奇医师呢也代表柯文哲前主席出来说，他希望柯 P 能够出来行使他的公民权。今天我们的律师就会向最高行政法院来申请，不管是用什么样的方式，请把他应该有的公民权还给他。他现在是无罪的身份，他就是可以出来投票。我们希望中选会过去的怠惰，到过去一次又一次剥夺了不管是被告的人权也好，或者是受刑人的人权也好，不要再这样子非法羁押下去，也不要再不当的剥夺中华民国的国民的人权。续下回来。好，现在到底发不发现金呢？他们今天呢报道，韩国、新加坡都发了，比我们还先发哦。所以台湾呢现在卡关哦，所以民进党也不敢说不发，但是也不说发哦，还是要看大罢免的结果。韩国最高每个人可以拿到9552，新加坡最高可以这个13000啊，就是年纪比较大的人哈。那另外呢，如果说民进党要复议，可能会有7月30号、8月14号、8月23号都有可能复议了啊。那另外呢，立法院今天就函送了普发1万的特别条例送到行政院去，行政院10天里面要决定是不是要复议啊。那另外呢，这个民进党呢吴思瑶说台北市应该发2万，啊，你在讲什么？蒋万安说啊，赖清德到底是怎样？
赖清德曾经主张发现金了，那现在要发1万，你还在那边这个摇摆来摇摆去，还叫台北市发2万哦。那另外呢，这个行政院到底是会咬咬牙发现金，还是呢始乱终弃当渣男啊？就是赖皮以前答应的，现在不算啊。柯建铭说7月26号要把恶流去掉，哦，他说等了60年，终于要打倒国民党。我听不太懂哎，国民党就执政多久了，对不对？哦，那蔡英文8年也是完全执政啊，那时候并不是说朝小野大，没有啊，哦，只是问题选民看不惯嘛，选民现在要分裂投票嘛，要让执政是一党，再也是一党嘛。日本最近选举不是这样子吗？众议院、参议院都是野党赢啦。哦，那这个虽然石破茂说他不要辞，他继续让他的执政党，但是呢，选民就有这样的选择嘛。那柯建铭是等了60年要打倒国民党，我不懂啊。那之前都不算了，蔡英文那时候都白当那个总统了，那都没有啊。国民党已经被打在地上趴了，还要怎样？什么叫打倒？哦，要把他踩死吗？柯有宜说什么斗争60年打倒国民党，他说人民只想过好日子啊，没想到你们斗来斗去啊。哦，那卓荣泰说他现在是天人交战，柯有宜就说没钱，怎么有这么多资源搞大罢免？你看搞大罢免花很多钱啊，最后这个广告他们也是到处在上啊，电视广告都是花很多钱的哦。所以呢，这个媒体是说大罢免好像在铺排赖清德的独裁之路了哈。我们看一下。双北市长合体出席企业感恩茶会，周末也一起反罢免，呼吁中央赶快普发现金1万元，却被行政院反击。地方首长对公共债务法并不陌生，也理解没有所谓超收，而且实收超出预算数不等于最终岁计剩余，希望地方首长不要混淆视听。超征不等于岁计剩余，中央政府的岁计剩余只剩下336亿，全台湾财政最优渥的县市就是首都台北。吴思瑶整理台北市113年度岁计剩余269亿，建议台北市以身作则，率先普发现金，每人发2万。绿营也盘点各县市超征税收，去年台北市超征34.5亿元，新北市124.6亿元，台中和桃园也有超征税收，暗示地方要罚钱。这题你要去问主张发现金的赖清德委员。蒋万安拿过去总统担任立委时的主张回应，新北市长侯友宜更是听不下去。现在中央一直说没有钱，那连救灾啊、普发1万是要给地方的补助款，也都没有说没有钱。没有钱怎么有这么多的资源可以搞大罢免呢？我觉得现在民进党已经走火入魔了，说什么地方过去有这个结余，我对不起，他不了解桃园。桃园现在财政没有结余，所以请他搞清楚状况。蓝营执政县市群起反击，普发1万至今没下文，或许等大罢免投票之后才有结果。来我看，因为立法院通过这个特别条例是7月11号礼拜五，观众朋友今天是7月22了，其实我觉得时间有点太长，因为今天7月22，然后呢立法院把这个特别条例送出，那行政院可不可以提复议？可以，就是未来10天。那10天后就过了7月6，不会有答案了，因为马上礼拜2就要投票了。那刚刚主持人讲的没有错，行政院开记者会是7月17，上个礼拜4跟大家讲，我没有办法啊。他举出了一个图表，就是我们最近都在讲的，连续4年超征1.87兆，怎么可能没有钱？他算给你看哦，我这边花了2000多亿，这边花了8000多亿，然后我举债也不举了，所以我只剩4400亿，那我就变4100亿，所以呢，我的税收剩余还有300多亿。我不可能再多1000多亿啦，那举债，那我这个天人交战。所以呢，卓荣泰院长的讲法是什么？请立法院让我去说明，让我为这个普发1万元的这一件事情呢，留下一丝丝起死回生的机会。不敢讲不要，因为不要的话，现在目前大家看到其他国家都在发，而且你说超征没有错，有些人不缴税，可是等于是国家他得到的一些比如说像股市表现很好，那大家缴了多一点的税，比你想象中预期还更多的时候，过去有曾经马英九的消费券3600。有过3倍券、5倍券跟普发6000元，所以台湾民众对这个不陌生，不怕困难呐。而且过往的民进党立委也都曾经讲过普发1万块，包含赖清德总统以前也支持说直接发钱的情况之下的时候，为什么一直不把话讲死，说一定不要？其实我觉得跟罢免是有关，因为现在如果你直接说要或不要，比如说啦，我现在刚刚前面在讲傅昆萁讲说，如果大罢免成功的话，就没有1万块喽，那这个会变成是攻击点嘛，所以一定巴马要失败才有1万块。
那卓荣泰跟你讲说，不用等到大罢免失败，现在就有朋友1万块了。可是呢，讲完以后第2天54小时再说，不是啦，还没决定啦，再看看。所以简单讲，观众朋友，礼拜6之前不会有答案，因为现在才把这个特别条例送出，10天之内才决定要不要复议，所以会等到下礼拜再做决定。而且他说都没有钱了，其实不对的，税既剩余。赖士葆不是讲吗？去年超增了5000多亿，在7月底决算才会在账上，现在根本那个不在那个账上嘛，所以呢，基本上，而且你有很多其他方法了，编特别预算啊、第2预备金啊，什么一大堆追加预算都可以嘛。跟我们讲没钱，你怎么没钱呢？对不对？你钱乱花一通，怎么会没钱？而且今年会不会超增？我认为今年还是会超增的哦。来，嘉宇。新加坡跟韩国虽然有发，但他们发的是消费券，就是希望刺激经济，然后希望大家去购物。这个过去台湾也有过类似的经验，但那个是因为可能经济比较不好，或者是国内希望能够提振景气等等。那日本现在要研议呢，确实是要发现金是2万日币，但是还在研议中，也没有确定。但是共通点都是政府主动要来发放，主动要来编列预算。那现在台湾的问题就是说，是立法院国会通过了这个要求政府普发1万块，那政府现在当然就是要开始精打细算，我们现在的钱到底够不够？那如果每个人要发1万，要至少2300亿，钱从哪里来等等？那当然政府也希望能够大家雨露均沾啊，能够分享经济发展的果实。只是说现在我们也面临了关税的挑战、汇率的挑战，还有种种可能随之而来的变数。在这种情况之下，行政院没有办法这么快做出决定。如果可以，当然这个大家皆大欢喜，对行政院来讲也是很开心啊。可是问题是，如果要再留子孙又要举债，那当然天人交战嘛。所以卓荣泰院长才这样讲。所以我觉得不要去政治化的思考，行政院一定要兼顾情理法，而且在法律之前也提过说是不是有违宪的疑虑等等。所以现在必须要行政院心甘情愿，而且主动的愿意来编列这个预算，才有可能发1万块。来，这样。我觉得卓荣泰院长不要再造谣了吼，不管你这个院长要干到什么时候，基本的第一个道理就是不要造谣。事实上呢，过去的3年当中已经超增了1.8兆不说，到113年度的累计税计剩余是8385亿。那么呢，如果算到今年的话，其实今年度呢还是会有这个税计剩余，大约是2400亿。你再去把它扣掉，不管是特别预算的5450亿，以及是预计要还债的1415亿。刚刚好，完全不需要去举债。好，也就是说，不管是你这笔这个特别预算5000多亿里面呢，你要去这个补助一些产业，或者是呢因应关税，所以要去挹注一些劳工，乃至于呢你要去买一些无人机，还有普发现金，这都是 OK 的。我们再回到一个最基础的原则，为什么别的国家他们愿意看到他们的人民可能的生活不是很好，而且受到关税的冲击，他们愿意去普发现金，或者是发消费券等等，像嘉瑜说的，来促进经济、促进景气，而我们的国家就是不愿意这么做。他们想要做的事是把所有的资源跟预算牢牢的掌握在手上，而且呢，只要立法院提出任何的法律案，他都要开始造谣说这个东西是违宪的。基本上我们在反抗的是一个这样子的暴政，也就是呢不分青红皂白就要给人家贴红帽子，不分青红皂白就要抹黑对手，还有呢不分青红皂白就要罢免政敌的这样子的恶意的政党。再说一次，其实不管是税计剩余也好，或者是呢我们今年度的这个特别预算要把它扣掉，还有累计的税计剩余，把它加减减，完全不需要举债。好沈，我觉得发钱这种事情啊，卓荣泰跟总统或者是党中央是举足失措，就是进退都觉得说我发了，光彩在你们面前。为什么不是我发，是你发？对，所以但是这一点是小事。这个你看，嘉瑜在节目里头常常跟我坐在一起，但是他刚才那一段发言是我最近能够记忆所及，他的理论跟基础最脆弱的，你知道吗？为什么不可以发呢？他连把关税未定都拉进来了啊，所以不能发。你这种发钱给人民的事情啊，你到全世界每一个国家去做民意测验，不管这个国家多高明，这个社会多民粹。没有一个国家的人民说发钱我不要，通通大概都在70%左右一面倒啊。美国也发，美国上次也发，对，都赞成发，因为钱到手，这个说不动心的实在太少了。但是台湾竟然有人像那个什么青鸟，就说我们不领，
大家还来一起拒绝，说我们不要领，有人还说领照领，然后捐给台电。我觉得这个都是做样子表态的太过分了。我觉得已经没办法了，你就慢人家一步啊！蓝白合好不容易才抢到这一把枪，他已经抢到先机了，你就发吧。所以我觉得这个是很不聪明的。不，他另外就是加码，他可以花12000，12000不够，太少了，怎么够呢？1万怎么够呢？12000、15000、2万，这个吴思瑶就要讲话，你花2万，就是这样。那现在唯一就是加码嘛。我从北到南这样去演讲，我就说我最担心的就是左龙台加码，12000或15000。那我们这个给你1万，就好像你不要忘了，这是我们提的。别，我们15000要领哦，12000、15000我们都领，但是我们知道要不同意罢免。哎呀，我跟你讲，这就是刚刚沈大佬讲的，那已经形成优势了嘛。那你后面要去补这个，其实不是没有钱哦。我看中央政府它的余处啊，你看这4年超增了1兆8000多亿，没有还债。我跟你讲，之前有马英九最后2年还了640、660，蔡英文上来还了730、743。好，那这几年的余处哦，就是都有。他超增了3000亿哦，他为什么余处只有1700多亿？就是有用掉嘛。有用掉一些嘛，所以3600-400亿、1500亿、1600多亿，等于现在还有春呐，米昂还有春呐，所以这个花给大家1万块退税，这不是花钱。我一直跟他们讲，不能讲花钱呐，从你口袋拿出来是花钱呐，这是人民的钱呐，你退还给他们，那你还要再买武器啦什么，这些都还有钱。今天不是说我们把剩下的存粮全部通通弄了，把人的特定内把起大给安尼我拍谁？没有这样我们只退1万块他退你几万年呢？如果这些全部超增的钱通通要退给大家每个人可以退6万多我们没有这样做我们只退1万，剩下还有5万，还有1兆多，继续让这个执政党去应用嘛。所以在野党是很平和的在看这个事。记得澳门每一年退4万块台币给澳门的乡亲，今年为什么没有退？他说今年因为没有超增，因为收高跟标点 OK 来嘛，所以他没有超增，他不退。香港也退啊，新加坡也退啊，对不对？日本、韩国，李在明刚当选都退了。川普不要忘了，川普把非华而且一些有余力的移民离开以后，他曾经在3月讲我每一户要退5000块美金大家都在退，为什么台湾不能退？我们又不是2等国民，而且这个钱是你的钱。你光了，只有43%的人有缴税，错了，台湾只有2个人没有缴税，一个死啊，一个还没出息。你去加油、买水、买便当，通通缴税。婴儿刚出来吃的奶粉也都缴了税，所以大家都有缴税。休息一下再回来。上次那个台风云嘉南其实都蛮惨的那2周缺工，2个月都还缺工工本来就缺了，现在更糟，大家都在抢工，那没有工怎么办呢？然后呢，天气又变来变去，屋漏偏逢连夜雨。前两天有一个60几岁的小孩，他妈妈98、99岁，他去修屋顶就摔死了。都老的照顾老的，现在常是这样。那今天有一个台南有一个也是60岁这个妇人，爬到屋上去盖帆布，他妈妈年纪更大嘛，很担心，就是小心啊，要小心啊，我们才下得来那丹娜是已经2个礼拜啦，说缺工缺料要2个月、3个月后才有可能来给你修屋顶了，工缺料也缺了那现在怎么办？只好盖帆布。其实帆布风一吹，帆布又掀起来了，那怎么办呢？至少遮个雨啊。而且呢，帆布雨下多了以后，帆布撑不了重量也会有麻烦的所以真的是很惨你看看自己民众跑上来，跑到上面去那经济部长郭志怀好意思讲说我自评100分，就在100分
那这是杨琼英问他了啊，他说我100分哦，我努力的程度是100分，我努力的程度100分，结果是几分，另外一回事情啊。那另外呢，这个谢龙介也说你这个没心没肺，留台哦，访问哦，这个郭志辉访问说啊，921都起来复电呢，哦等等哈，哎呦，那921光就死了好像5000多个人。就死了5000多个人哈，那个拿这个来比哦，真的是没心没肝。曹先生很有意思，因为黑熊学院不是在卖那个救难包吗？哦，救难包。然后呢，人家说啊，为什么黑熊学院现在该去救难呢？你平常卖救难包，对不对？现在该救难。曹先生说，他们为什么要救灾？他们是要增加城市韧性。奇怪了，要救灾不是韧性，韧性是连风灾水灾你都抵挡不住，真的打几仗你抵挡什么？哦，所以你那个韧性是什么韧性？哦，那另外呢，这个陈廷飞说呢，这个灾区的这个什么通讯网络呢是0分哦，灾区说是0分哦，所以他们就说等于是逼出这个陈廷飞讲这样的话哈，好吧，这个当然现在呢，台南嘉义17000受灾户，卫福部呢是要募款哦。希望能够筹到5亿呢，来帮助台南跟嘉义啊。我们看一下。你就等他回来再用啊，不然嘞，刚很危险嘞。妇人独自攀爬到屋顶上，场面相当惊险。附近邻居劝她赶快下来，但妇人坚持要把帆布盖上去。房屋四处传来维修的声音，赖以为生的房子往上头一看，却还有一处大洞。台风丹纳斯重创嘉义，水上乡这名妇人就怕住得不安稳，决定自己先盖上帆布。漏得太凶了啊！我就没办法呀，我就去整了。就是他们看到我就是那个弟弟帮我整，后头就帮我整的了。决定先自己处理，没想到屋主其实已经跟政府申请维修，只是因为缺工，还在等排队修理。紧张，没事，不行的呀，对呀。满头白发、体型瘦小的柯姓妇人爬上屋顶，盖上帆布。86岁的年迈母亲提心吊胆，就怕心爱的女儿发生危险，视线从来没有离开过她，不停要她快点下来。这里是台南北门区，丹纳斯台风重创台南已经过了2周，居民们迟迟叫不到铁工，只能爬上屋顶自己修。这要叫工也很难叫吧？我都是这样来，都是如果可以就自己来啊。老旧平房的屋顶都是用砖瓦搭建而成，柯姓妇人小心翼翼踩在上面，盖上帆布后再用木头重压，但还是会担心强风一吹，全都会功亏一篑。而在七股也有相同情况。台南市至少有7600多户的屋顶损坏，还来不及重建家园，台风就接连袭台，盖上帆布，雨水照样跑进来，只能拿出水桶接水。不过更痛苦的还有收讯问题。可是呢？但下去那不好啦。2周过去了，部分地区还是没有收讯，屋顶也因为缺工修不好。居民们盼望民间团体以及过去曾帮忙高雄气爆的台积电基金会能够协助救灾，早日让居民恢复正常生活。好吧，这个赖清德叫陈廷飞公开干单的贺然后呢，陈廷飞说在通讯的救灾里根本是打0分。来，龙介兄。救灾陈廷辉把林俊宪的相片卡掉，林俊宪把这个卡掉，然后黄伟哲又把陈廷辉也卡掉，然后让赖清德本来在C位的变成旁边，这灾民都很痛的时候，结果你们还在玩政治。其实我今天早上就去跟那个点蜡烛过世那个阿嬷念香，会知啊7点外，一个新年，家里面没几个人，很单薄。那我们前2天给他送个慰问金，那个孝子掉下来，那个后天要告别式，文龙也去。你要了解整个灾变的时候为什么我说你郭志辉你讲这个干什么？你921来对比，你是在针对卢秀燕攻击拜托921那个时候台中县是廖永来台中市是张文英，都是民进党的，我跟你讲。不是这样嘛？这个时候你们怎么会没有担当啊？其实大家都轻忽，我也轻忽啊。当天台风要进来，我都以为是轻台嘛。后来前几个小时变中台，问题是它是从曾文溪以北上来。嘉义啊，我跟你讲我昨天
看到那个影片了，我来讲叫做油啊 K 啊，各位可以看到，文旦蛮规个啊，规个台南哦，迄油啊，文旦，规个啦，对啦，都是了，都下来，满地都是3000几万斤呐，3000几万斤呐，你甲想看卖啊？那这个灾变这么严重，总统去。你无信了，人国文有呢，书长有呢。你较多，你回到以前在议会，你拢要看我小战，你小输唔捌赢，小战拢无爱输，伊一定要说甲你赢。有时安那，然后里长甲你讲，全村只剩下老人，阮这阵拢老人，无法度通爬。无啦，你爱家己爬啦，迄国军也无用。我跟你讲哦，我台南市所有的铁工啊，我拢卡过啊，用两盖啊，最快2个半月，因为他都接单接满了嘛，所以内政部长你个底下讲恢复的很快，内政部长也要透过劳动部征集台南嘉义以外的县市，把铁工叫来，他不必备料，你内政部就从冈山、麻豆、台中、彰化、新北。桃园在这烂板的、做钢板的这些材料征集下来，你要赶快去盖了。那环部没办法，我们整个团队出去，我们是不po这种文的。我讲我们找一个营造厂因为这几天都下雨了，谁敢上去？他老板是不愿意让他的员工上去施工的。那地方姐一个闪电，一起意挖呢？然后上面滑不溜丢的，谁没有人也这个他必须要有劳安问题，所以他还是做。他跟我说：“你们来打下手，就是我们的服务团队10几个去打下手，帮他拉。但他真的拿着那个钉枪，他说你们这样只用砖头压着不好了，一个风来你就得啊。他拿那个钉枪就凹下来的时候，在那个泥基卡就整个。”把那个钉枪打下，他说这个勉强可以撑一下，大风、台风还是撑不住。他们现在是灾民是这样，那不要讲没信号了，那没有办法，我请台中市支援哦。台中市的环保局打给台南市环保，台南市婉拒，没办法，副市长曾肇先说，那我协调台中一些民间的，我说下来，民间的我们弄给里长，我让里长去通报。直接通报你市政，看你敢不敢不让他进来。因为各位不要以为说很简单，你来清运以后，那个卡车清运以后没有通报你是不能进到焚化炉里面的，他要通报你的车号你才能进场啊。所以我们是在做这些事，然后我们在捐款，我也呼吁大家捐给台南市政府，客气他们不要有捐的还是捐了，不捐的拿到服务处，我说那我们帮你把这个钱送给。就是灾区的里长，让他们去运用。今天早上那个李乾隆打电话给我了他以前是3重市长，他是以前台北县的29个乡镇市联谊会会长。他那时候南部发大水，那个时候内政部长廖了以就打电话给他，说：“你们新北现在既然台北县没有灾区，联合起来，他们就联合起来了，然后呢去，而且那时候8军团也去救灾，怎么现在内政部就不会动员呢？有这么多县市可以动员。”